看到在线人数是吧？对，能看到，开始了啊！我们直播开始，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 Eric， 欢迎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好啊，北京好。也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啊，2026年新年快乐！这是我们本频道的今年的第一期节目啊，非常荣幸的邀请来了 Eric 啊，作为我们的嘉宾。那么 Eric 这个人呢，其实有些人很熟悉了，有些人很陌生啊。那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您先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这个艾瑞克这个名字大家一听也知道，这个英文名也不是我的真名啊，是一个反正在公开场合用的这个名字。以前其实以前我在做秘密工作的时候，才是在内部的时候也用过这个名字，就包括在泰国呀，在那些公司里头内部也用过这个名字。那么最主要的，大家知道我这个名字呢，是在那个2024年5月13号大家有的人应该都看过那个 ABC 报道的那个，他们澳洲算是比较强的一类调查节目 Four Corners 那个纪录片，然后讲到这个中国这个为秘密警察工作的这个前间谍、前特工，这个讲的艾瑞克这个就是我了。然后至于后面的话，也有一系列的媒体然后跟进报道，包括像NHK 啊，日本的呀，然后还有像那个加拿大的 CBC 啊，还有那个 SIJ 啊，但这些媒体他们都是做的都是比较那种专业性质比较强，不是那种突发性的那种热点新闻了。所以说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这里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当然现在网上关于我的信息可能要少一些了，因为以前很多信息是我的那个插平台上面发的，插上面平台账号封了以后，可能关于我的信息要难搜一点。先说这点吧。您身上呀有一个标签，为大家啊津津乐道啊，就是这个所谓的特工啊。您是这个中共的，现在就是前特工啊。那么你看我们这观众朋友里也有人说了，说你是假冒特工，对吧？关于你这个身份的争议就没有间断过。那我也是陆陆续续听了1年多了啊，关于你这个人。那么我们今天这期对话呢，当然了，一开始应该你的这方面，你这边质疑应该也挺大的吧？是这样，我有一个事情可以跟你就是爆个料啊，因为我这里从来都是明人不说暗话的，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啊，我也要求我这里做对话的嘉宾呢，一定要说真话啊。当然这个选择权在您啊，说的有100%的真呢，还是50%的真啊，这个是您的选择权。但是我也会自我去判断，我们的观众也会判断啊，因为这个事情最早我是怎么知道你的呢？我先说这部分啊。有一个人，我这个不好点名了啊。有一个人跑来私信我，说你去和这个 Eric 有这么一个人啊，你去看看，你去跟他做一场对话，说你去邀请他。我说我不了解呀，这是什么人呀？他说他自己曾经是一个特工啊，然后现在出来反共了，啊，你去看看这个人说的。我说，因为我当时在忙别的话题，我说你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人我们之间啊不是很熟的朋友，所以我就有一点警惕。我说他怎么会突然跑来跟我说一个不相关的人，然后要求我去？我说你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就说这样，我把他的底细都告诉你，然后你去跟他做对话，你在对话里把他拆穿了。我说这事儿我不愿意干，对吧？你这不是等于拿我当枪使吗？因为你告诉我的东西，我也没法核实是真假，对吧？你比如说 Eric 说他是特工，那你说他不是特工，然后你们俩各执一词，我说那你们俩对话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需要我来去替你把这话说出来？邀请他当第三方嘉宾啊？哎，对，我当时他不愿意露脸是吧？不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用这个软件，我还没有办法实现3方的这个对话，当时只能1对1，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呢，从那儿呢，我就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偶尔呢，我也会看到你说的一句话，但是也没深入了解。最近你以前那个老熟人马巨不是以前也跟你提到过吗？他没跟我提到过你啊。他在节目里跟我提到过你吗？那个，因为网上有些人嘛，经常就喜欢把我跟那个王立强还有王靖宇相提并论嘛。那马巨不是之前有提过的吗？
他也是这样子给我，当时报道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怎么看，就直接给我扣了个帽子。他当时也是，等于就是说他认为你和王靖宇是一样的，是吗？对，他一开始那个去年报道刚出来的时候，他跟很多人一样的，因为他们对王立强这个事情，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嘛。然后所以说的话出来了，我就说我是什么王立强2.0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第二个王立强。我倒还真没有印象，就是马驹跟我说过你啊，这个我确实没有这个印象了。那这样，我们言归正传啊，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聊天室也挺火热的啊，很多人也有人在这个，当然也有攻击你的，我们不建议做这种的留言啊，建议大家。我这边好像看不到在线人数啊。我这个可以看到在线人数，我这儿能看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可以吧？在这个屏幕的右下角，我把这个留言显示在上面了。我建议大家呢，你发表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啊，但是就是不要人身攻击，好吧？不要人身攻击啊！我这儿尽可能的人身攻击，我只能屏蔽一下了。所以我们言归正传啊 ，Eric， 你怎么样去向大家就是能够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就说你曾经确实是一个特工啊？我觉得从这个事实角度来说吧。首先呢，关于这个，我们先从这个词说起吧。关于特工这个词哈，因为大家对这个特工这个词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误解。其实一开始的话，我说的，我跟那个联系 ABC 的时候啊，我说的用词是比较准确的，就是我是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然后我可能当时更愿意称自己为是一个特务，或者说是用，其实大家对公安部这个秘密机构比较熟悉或者比较了解，都知道公安部它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就是把这些什么线人呐、这些特务啊，这些包括间谍呀，就公安部它这一块把它统称为特勤。那么其实国安好像也是有这么一个称谓的，这个我就不去管它了，我就只说公安部嘛。公安部它就把这一类人统称为特勤。那么实际上严格来说的话，我也是这个严格就是按照公安的这个管理的话，是属于特勤的一种。那么为什么叫特工呢？因为特工这个英文单词，因为当时是跟那个 ABC 他们去做报道嘛，那么 ABC 它这个去方便观众去理解的话，它就会使用一些西方人更容易理解的词汇，比如说 spy 呀，这个间谍呀，然后还有这个特工啊，他会用这些词汇。但这个在我看来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因为本身像我之前的这些上级警官的时候，曾经称呼我呢，也是会称呼为特工。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要去细究这个词的话，你说特勤其实是最准确的，或者说特务也是最准确的。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我是包括有的熟悉我故事的人都知道啊，我一开始加入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反共异议人士，后来因为不小心，然后就暴露了，然后被那个重庆政保总队，当时还没改名嘛，还是叫国保总队的那个职业给逮住了，逮住了以后，后面就在那里威逼利诱，然后就让我为他们工作嘛。那么在权衡之后呢，我就同意为他们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的身份就是。虽然说也叫特勤，但是你就是说大家更方便理解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线人的一个角色。就是说线人，就是说他把你抓住以后，然后策反你，把你放回到原来的团体当中去，放回到原来的这个团体或者是原来这个地区去继续活动，去搜集原来的这个地盘或者是组织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角色严格说来的话，更贴近于这种线人的角色。那么但是这个角色它是会变化的，就是说到后面的时候。我随着这个信任的这个积累，这个加深，那么后面他就把我派到国外去了。那么派到不同的国家，并且执行不同的任务，然后还会给我提供专门的这种掩护公司，然后对我身份进行掩护。那么到这个层面上的话，实际上就像警官称呼我的一样，就是警官称。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你可以把它叫特务也好啊，特勤也好啊，特工也好，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时候，因为特工和线人的话，它虽然你按公安的说法都可以叫特勤，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就是含义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线人更多的是放回到原来的团体去活动，但是特工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他是开始执行不同的任务，去不同的国家，还要给你提供专门的掩护。那么这实际上就更接近于，就是说你把它定义为特工的话，就更加准确。当然，你如果说大家觉得就是说要更准确的话，你称我为特务啊，或者是特勤啊，或者是用西方人更好理解的间谍，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共它这个只是一个概念的一个问题。是 OK。至于像你刚才说那个怎么判断这个真假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我之前曾经解释过一样，这个是一个常识性的一个问题。其实聪明人或者是在这方面稍微有常识的人，他一听其实就明白。因为怎么说呢？我就拿王立强比吧，来做一个比较参考。
那王立强呢，他的上司他的上司是一个向亲夫妇，对吧？我记得没错的话，身份不明的一个商人，他本身他上级的身份就很难去核实。但是我的上级是正式的警官，是重庆政保总队的正式的编制的行政编制的警官。那么只要你是一个有这方面稍微有常识聪明的人，你一听到这一点，你实际上就明白我这个东西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是假的了。首先一点，叛逃案本身就极少有假的，叛逃案子基本上都是真的。你说王立强这个是不是特例？你也可以说，但是王立强那个事情可能他确实跟情报圈有一定的这个边缘的一些交叉，这个也说不好，不然他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冒充。因为一般人他不会去冒充说是我是特务，我是间谍，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寻求庇护，因为你这样的话，除了要面临移民部门的审查，你还要面临额外的这个情报安全部门的这个严厉审查，一般人没那么傻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回归到我这个事情上来说，只要你听到我说一个叛逃的人，他说他的上级是正式的警官，是可核查的，那他这个故事大概率就是真的，因为本身叛逃案就很少有假的，因为警官他的身份他是有行政编制的，有名有姓的，而且我还提供了电话号码，提供了这些很多一些可核查的东西，这个是媒体和安全机构都可以去核实的，而且大家都晓得，我提供的证据里面有很多是，就是说对话记录里面有大量的图片，有大量的语音。那么这些警官的语音和本人的这个语音性，大家都知道，现在是语音可以进行声纹比对的。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说，假如说你拿到了他的这个警官电话号码，你随便去拨他的电话，把他的音录下来，再和我对话记录里面录音进行一个声纹比对，你就可以确定啊，这个警官我对话里面记录的这个人就是这个警官。那么这样的话，我记录里面这个原始记录里面这些说的这些东西，这些对话，这些怎么去策划的这些秘密行动啊，这些阴谋啊，那么你就可以很多场合呢，你就可以证实我的身份了。而且就像我之前那个被封那个老号上说的一样，这个我的这个评估结果实际上，这个澳洲这边的安全部门实际上早都已经有了，所以说话我的身份是不存疑的。OK， 我有2个问题想问你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你当时在去为中共做事儿的时候啊，那么他们主要要求你做什么？你主要在替他们做什么样的这种线人的工作呀之类的？你像如果说是线人的话，只要做过线人或做过特勤人，他实际上当时都是有经验的。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常识，他只要熟悉秘密这个世界的这个运作规则的话，就是说无论你是策反一个线人也好，还是策反就是国家之间策反间谍也好，他策反一个人以后啊，他把你放回去，他一开始他不会给你提任何要求的，因为这个时候一个策反人他当时他心里面可能会面临一些角色冲突，就说我被策反了，然后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他这个时候可能会处于一种情绪不稳定或心理状态不稳定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情报机构是不会要求他去做特定的一些事情的，比如给他指定一些特别的任务啊什么的，一般都是把他放回去，让他继续就是说原来的那种状态，原来的这个工作也好啊，生活也好，学习也好啊，参与这些活动啊，继续去保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情报机构要观察这个人，看他能不能处理好这个角色的这个冲突、这个转换，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就是说因为一些把握不好，然后暴露了呀，或者怎么样处理不好这个事情。说这个是一个观察期，这个期间它是一般不会有什么特别任务。那么随着他如果说度过这个安全期的话，那么后面还有一些考验，像我也是一样，就是他前面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试探，就是他信任他不是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来的，他是经过一些事情，然后慢慢才能够累积起来的。当这个信任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可能就会派你去做一些比较指定的任务了，像大家广知道的这个变态辣椒。去太子集团诱变态辣椒这个任务，那这是一个专案，那他就是一个指定的一个目标人物，要去接近他，把他从日本，当时变态辣椒在日本，从日本要诱捕到秘密警察能够控制他的一个国家去一个地区去。说这个具体过程呢，这个其实我在油管上已经放了，包括这个怎么策划的这个事情，这些细节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那我的第2个问题就是，当时他们策反你啊。用的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肯定双管齐下嘛，就是许你一些好处，这个肯定要有一些，但是更重要的是抓住你的软肋，对吧？那么就是说威逼利诱全都用上。那我想，当然这个如果涉及到你的一些隐私啊，你可以不回答。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他到底抓住你什么软肋？这个也不，这个其实我刚才说威逼利诱，这其实一个口头语了，这个是顺口就说出来了。其实当时的话，主要是威逼了，基本上没什么利诱了。因为当时我的头衔是挂了一个头衔，就是
中国社会民主党这个重庆党部主任这个头衔。那么这个头衔虽然我是一个光杆司令，手下是没兵的，但是这个头衔很重要。你知道，在中共的这个定性这些政治案件里面，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定性这个是很讲究的一个事情。罪加一等。对，你这个是重庆党部主任的话，你即便是光杆司令，他也可以把你这个案子做往上面做，往铁了做。那就像他们说的一样，你这个案子可大可小。那这个威胁意味就是很明显的，包括像我之前也公开的也说过，比如说他们就说过那个当时带队的。就说我把你抓起来以后，你父母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干什么，有多远，都得立即赶过来。这个拿家人这个来施压，这个当然是他们常见的一个手段，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并不算什么软肋了，因为我跟我父母从小关系都很紧张嘛，因为我父母都是比较传统的那中国父母，就要求孩子听话，而我从小都非常的调皮捣蛋，我这个从小都非常叛逆的一个人。所以说话，他拿父母来威胁我，我其实并不太在意，但是。当时作为一个成年人，虽然说很年轻嘛，社会经验不足，但是我也已经非常清楚这个事情的性质。就他们说那个话，虽然是威胁你可大可小的这个事情，但实际上他们说的话是不是说空穴来风没有依据的？确实他们可以往高了做，往大了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选择跟他们正面对抗的话，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没有好处的。我当时刚踏上社会嘛，人生才刚刚展开，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突然被抓到监狱里面，留下这么一个记录，或者是在监狱里面，这个你也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是一个不可测的一个风险。那么作为正常人来说的话，肯定是不想去选择这样一个正面对抗的一个后果。那么我就会态度当时就会比较灵活，比较软化嘛。所以说的话，他们可能看到我这个一个方面是我的态度不是像一些比如老的一些跟他们经常对抗的人一样那么强硬，态度看上去还是比较务实的。另一方面，我这个位置确实是比较适合去渗透的，包括当时我也是个光杆司令，比较利于就是他们来操控。说话综合考虑的话呢，他们就决定就是说来威逼我，然后让我为他们工作，然后顺便观察一下，看看这个我能把这个工作做成什么样，能不能胜任这个事情。那么这就是一个当时主要是一个威逼的一个事情。至于后面给钱的那些，那都是后面的事情。那他们后来实际是有给你钱的，是吗？对，那个一开始是不给钱的，这个一开始相当于是威逼你，把你作为一个像奴工一样的那种。就是不给钱，就是完全靠拿捏你的把柄，强迫你。后来用着还算挺顺手，对，后面他觉得你这个人好像还可以，能力好像还挺强的，就要把你往那个更深层次方向去培养。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知道一旦走这个方向的话，那么这个秘密世界里面这个情报官和他领导的间谍之间这个私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打造好这个私人关系，建立好这个信任，那么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好处上的这个奖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后面就开始给钱，那么一开始只是0，后面从几百，然后后面这个一次几百，后面到一次几万的这种，就是一步一步水涨船高这种。我能问一下吗？就是说这种利益的输送啊，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呢？是直接当面给你现金啊，还是有一个什么秘密的海外账户啊，或者一些什么数字虚拟币啊之类的？这个肯定是现金了。这个他们能用现金，肯定基本上都现金。因为即便是我在海外的时候，其实主要的款项也是基本上，因为我偶尔要回国休整，休息一下，那么都是在回国的时候，然后呢直接交现金，然后我就签个字。那么这个但是也有转账，但是转账那个有时候是一些，比如说我在泰国的时候，我要上学嘛，那个时候办理学签，我要交学费，那个时候也来不及回国了，那个时候就转账。那么转账的话就也不会搞那么复杂了，什么区块链那些不会，加密币也不会，就直接找一个第三方一个账户转给我就行。当然第一次的话可能没来得及，还是警官本人转给我的，但是后面的话就直接找到第三方，然后就直接转，就用支付宝转，就这么简单。你刚才说第一次转的时候没来得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怎么很紧迫吗？需要这个钱马上要转给你，是干嘛？第一次我不知道是我记不太清是要交学费吗还是一个什么事情，反正当时我要用钱嘛，当时也是当时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说的话当时警官也没有找好第三方，然后就直接就转给我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找到第三方，然后账户来转。那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就是你从被他们抓到，然后正式策反，你同意为他们做事儿啊，从那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你跳出来不再为他们做事儿，你为他们做事儿做了多久啊？这个年代确实很久远了，我估摸大概记得是08年的时候吧，08年应该08年开始吧，08年到
到我是22年被召回国，然后22年召回国，然后实际上实际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了，当然名义上还是那个身份。那么23年就出来了，23年出来以后，实际上就相当于就是正式就跟他们分道扬镳了。那么你算一算的话，08年到23年的话，有没有15年？差不多15年那左右。22年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召回国呀？因为就像我之前写的帖子所那个解释那样，因为就对我不信任了呗。因为这个后面这个搞这个微自旅的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是，大家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武力派啊，这个一直想搞武装的这个。我在被刚派到泰国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筹划着想借他们的资源搞武装。那个时候华勇还没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案子，比如说我之前在网上也那个介绍过，比如说那个新华会、江西曾国藩他们这个案子。当时的话，因为这个案子出来以后，我当时也是给这个政保他们提建议，要不要我这儿搞个武装，然后给这样的吸引这些人，然后这样的话，我不就知道他们信息了吗？就以这种侦查的这种名义，想从他们那儿搞资源，然后得到他们，主要是得到他们的批准，然后让我来搞这么一个武装。那么当然没有成功了，但是这个我一直在尝试。那么后面华勇来了以后呢，这个尝试才算成功，然后才把这个微自旅这个得到了最后这个得到了批准，才做了几期视频出来，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事情，这个其实闹得也挺大的，因为这个后面就直接不知道是被哪个单位哪个系统的人就把我给查到了。因为前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然后这些奇怪的事情呢，然后这里可能不方便透露啊，因为这个，但是我跟个别的人谈过，就是也涉及到海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反共的一些人和团体，反正就有这个我不好说，我到底是因为哪种就是途径被其他系统发现的，但是就突然有一天就重庆这边就通知我，就是我的身份这个已经完全被其他的这个暴露方面给查了个底调，然后就北京那边就报到了北京那边，那北京那边就要叫着抓我，这个其实当时我也挺意外的，因为这个其实我之前以为北京是知道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北京其实不知道了，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就被控制在了重庆这一层，可能他们就没有上报。那么这个北京要来抓我，然后这个消息就下发到了这个重庆，重庆这边知道了以后，然后赶紧去解释，然后后来就说才把这个对我的这个抓捕给撤销了。这个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然后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就又给我打电话，就说要我把这个微自旅的这个账号，包括油管啊，包括这个推特都要给注销了，然后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只有注销了，然后但是后面过了阵子，然后就突然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养护公司嘛，然后养护公司找了个理由，说是因为什么疫情啊或什么原因，然后就这边要停摆了。然后后来我就给我的上级打电话，这个联系。那我上级这个我虽然不说他的名字嘛，我就一直没曝光他名字嘛，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叫他老龙嘛。那么老龙他也觉得有点奇怪，然后他就去问了以后，后来也说没办法，那就只有先回来被召回国了。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挺奇怪的。那么后面我就知道这个我的上级这个他被调到其他部门去了，然后这个反正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嘛，这个事情我就能够感觉到好像这个我已经失去了这个秘密警察这个部门的这个系统的信任，就因为我玩这个武装这个东西确实太敏感了，这个可能也确实因为太敏感了，所以他们重庆这边就没敢上报。这个所以说就玩脱了，然后这个呢后面就再加上以前可能我包括以前我的置顶帖也说过，以前我曾经短暂的为美国政府这边去为他们工作过，还拿了美国人的钱。那这个黑历史，如果说北京那边如果说或者其他系统正在秘密调查我的话，那这个黑历史万一爆雷了，那将来可能有一天他们来撬我的门，那我再想走就来不及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就36计就走为先了。这个其实本来我是也想好了要跟他们分道扬镳，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反共思想比较顽固的这么一个人，那么早就想好了要跟他们分道扬镳。当时我最初的计划是因为当时我在上学嘛，当时在泰国上的是一个4年的本科，我本来想的是把本科念完以后啊，在那儿把这个念完以后找个机会，然后到时候再跟他们分道扬镳。但是没想到这个微自旅这个事情呢，就搞得这个计划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了，就只有提前了，就提前出来了。那你当时23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吗？
没有啊，我出来的时候其实也蛮担心的。这个任何像我这种情很况出来，丝滑就出来了是吧？对对，都会很担心，包括像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当时我们也是凌晨，我凌晨走的，当时也没带猫，猫也是后面才那个通过辗转第三国然后过来。当时是出去的时候，当时也是脑子里面也会设想很多场景，就是万一被拦下来我怎么办，然后怎么离，然后当时也在机场的时候也很紧张，还去了厕所很多次，因为想要藏在厕所嘛，就即便有人到那个候机厅那儿也看不到我，去了厕所很多次。但是后来那个过海关的时候也是被盘问了，当时呃，因为才开放没多久嘛，那个时候是疫情管控，然后因为后面发生白纸运动嘛，突然开放了，然后但是旅游这方面还是管得很严嘛，但是我当时以学签要上学的理由，就拿了学签去出去的，就检查我的学签，也是盘问了也挺长时间的，然后但是最后还是放行了，那个时候还是蛮紧张的，但是其实我虽然紧张归紧张，但是我其实心里知道，理性的分析我是能够出来的。因为当时即便是像我担心那样有人在调查我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没有实锤的证据。你像包括像美国领事馆那些东西，那些细节都是非常秘密的，他们很难拿到这种直接的这种证据来弄我。那么你如果说要编控我的话，这是要走程序的。你要走这个程序，你就必须要把我的这些真实的这些姓名啊这些东西，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你要发给这个海关。那么我这个身份又非常的敏感，是在这个秘密系统里面是一个保密的一个身份，那我就不可能被随便的这个身份被随便的发到这个边境海关去来边控。所以说我当时心里还是有底的，觉得我是能走脱的。嗯，下一个问题啊，那么你当时计划是什么？就是出来之后你打算做什么？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爆料出来，揭开你的身份了。一开始也没有吧，一开始虽然考虑过找媒体，但一开始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要找媒体，因为一开只是始想逃出来是吧？因为一开始我是先去的泰国嘛，因为我在泰国有东西要处理，包括家里面一些财务上的事情也要处理。然后当时但是我在泰国我有手机，当时是放在泰国，还有那个枪，就我之前那个微之旅视频里面大家也看到有枪的嘛，那个有2支枪在泰国也要处理。那么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以后，然后才去的这个澳洲。当时也是甩硬币决定嘛，当时因为我有澳洲、新西兰的签证，也不知道该去哪个地方，然后就抛硬币决定，就决定来澳洲。那就这个阴差阳错，因为这个其实我一开始呢，大家可能有人也知道，一开始我是想去加拿大的，但是我去加拿大我是申请这个旅游签呢，我这个理由可能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冬天嘛，我这个申请的冬天要去看尼加拉瓜大瀑布，这个可能确实太奇怪了，被加拿大拒了，被加拿大拒了，后来就申请了澳洲，澳洲这边就过了，然后就新西兰也过了，然后就来到澳洲这边。来澳洲这边的话，其实也没什么打算，就先把这些安全方面这些东西，个人安全啊，包括这边先稳一下这些各方面。当时也没想到马上要反共，那反共呢，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一个长期的一个想法，但是当时刚开始来的时候，先稳定个人的这个生活。但是后面这个因为出现了一些情况嘛，因为我当时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其实是非常多疑的，即便本来不多疑，但是你在这个系统待久了，在这个秘密世界待久了，都会变得很多疑。那么当时，而且澳洲本身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是比较密切的，贸易方面的。所以说当时的话，而且我这个一些这些官方的一些，就是我接触这个澳洲的这个官方啊，就感觉到就是好像我面临着一种非常严厉的一种审视，就是这个感觉好像不是很友好的这种。然后我就有点担心，我会不会成为就是这个中澳这个暗箱操作这个政治交易的牺牲品。然后就因为这个担心的话，我就想干脆直接干脆曝光算了，曝光出来的话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保护，所以干脆就直接找他们的这边比较大的这个媒体，这个国家这个 ABC 了。那么这个事情从你开始走到公众面前啊，以这个前特工的身份到一个积极反共的人，那么到现在有差不多2年了哈，对吧14年5月13号，2024 ？24年到现在51年多了，一年半多啊。什么感受？这1年多都在做什么呢？1年多，其实之前蛮闲的，现在就是一阵忙一阵闲的这种。但是个人的这种生活我一般不谈了，一般对媒体这些我一般都一概不谈了，出于安全。那么其实我在公开场合的这些活动，其实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我主要是之前是在推特上发帖嘛，在 X 上发帖。那么 X 上发帖的话，当时也是因为我没有选择曝光自己的名字嘛，因为
因为我有自己的考虑，因为这个你如果因为我在这边生活的话，会这种日常生活啊，有的时候必不可免会这个身份要很多地方要出示自己的身份。如果说你的名字曝光的话，其实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不便和麻烦。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你其实防的不是中国政府，因为你知道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它是很狡猾的，它是有分寸的。但是你有时候会担心这些就是中国政府这些狂热的这些支持者啊，这些粉红五毛可能会有时候对你的一些人身安全造成一些威胁。那么我就选择不公开自己的名字。那么这就面临着很多一些质疑嘛，就是包括这些网上这些质疑，其实有的质疑其实也挺可笑的这个东西，那么我就回应一些质疑。那么到后面的话，其实我这个大家也看到，就是实际上我的这方面的公信力是慢慢就随着时间就实际上是慢慢就基本上就立住了。那么这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真的不可能变成假的，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像这个东西的话，我经过了多家媒体，包括经过安全部门这种考验，这种核查，包括像我发布的这些证据，那么包括像我之前我也给一些人看过这些原始的这些手机通讯录啊，这些原始的这些对话记录，那这个只要你母语是中文，你在中国生活过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绝无伪造的可能。包括我现在油管上发的那个，虽然都是录屏的，但是只要你这个稍微有正常生活常识的人去看，你就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作假的。这些东西都是，所以说的话，我这个方面的这个身份的回应就比较少了，因为这个对我质疑的这个人基本上就基本上没有多少，除了个别的一些这个脑袋可能转不过来弯的这个。那么后面我主要就是在传递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但是那个包括大家都熟知的一些关于武装革命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方面我确实还是大意了，低估了，就是有的人就是盯我的这个力度，这些人可能是把我这个关于一些讲暴力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就是说，因为我有时候确实，其实就像报道说的一样，其实在这个系统待久了，这个可能，内心里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我有时候会对一些，比如说我会提一些，在一些，比如说我是会针对一些可能说对我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一些人，那我会对他们发一些狠话呀，一些警告，包括一些讲暴力革命的这些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大意了，这些人可能就盯着我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可能就整理下来，然后去举报，就把我的号给封了。说实话，这个东西这方面还是大意。这个至于我在推特上写的东西，写的那么很多人其实也是看过。应该也是清楚我这么多年，这个1年多来，其实主要就是后面其实主要就是在写一些东西，发表一些观点，包括一些当然也有微字旅的一些活动了。微字旅活动那个大家看到主要是我发一些成员的一些照片，还有这个搞得最大的可能就是93阅兵之前那个搞了一些武器测试，搞了一个爆炸测试，这个比较敏感。这个其实当时我是不想搞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也涉及到我们现在。反贼圈的一些顶级流量的一些人，当时本来说是，这个我就不细说了，这个东西背后的这些，反正这个东西，当时我本来是不太想放这个爆炸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确实太敏感了，对我本身的话，现在也不是一个什么正面的一个事情，但是后来在一些压力之下吧，就是有的人他希望放这个东西，那我后来就放了那个，但是现在我现在觉得这个，我可能后面可能还是在公开场合，包括在我自己的那个推特上面，可能还是会比较少谈一些关于暴力和一些武装革命的东西。当然，在你的节目上可以谈。那行，我们就在这儿把这个话题先谈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没有关注过你发的这部分内容啊，所以我们在约这场对话的时候，因为你给我提了个醒，你说我可能会聊到这个武装啊什么这些东西，你不是问我吗？可不可以说？我说我这儿是没有禁忌的，但是我也是在那个算是第一次听到你的这种主张。那你能不能在这儿简单的说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反攻路径，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于这个你所谓的武装和暴力究竟是什么？其实我说的这个反攻武装和暴力，其实跟很多人有的人理解的不一样，就是就像打牌一样，就我之前写过很多一些文章了，就是这个，当然现在很多人看不到，就说像打牌一样，你得把手里的牌这些该有的牌手里都拿到，你要有非暴力的这个牌你要有，那个有暴力的牌你也要有，你这个要这个反贼这个你要上桌，你要上桌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施压的一个东西。那么你施压就是怎么说呢？我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吧，就是在我看来哈，反贼未来真正的唯一筹码，其实就是放弃武装斗争这一个筹码。但是你得先把这个东西搞起来。
你得先证明你包括像中共当局证明你有去破坏它秩序、去搞武装的这个能力。你有了这个能力以后，你先把这个牌桌你先上了，你先有资格上这个牌桌。完了以后，你再以放弃武装斗争这个东西为条件，为自己赢得一个合法的一个生存空间。那么后面再进行，比如说再进行什么议会斗争啊，什么，或者是这个和平这个斗争啊，这个法律战啊这些东西，这个后面才有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这么独特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独特一个政治文化这么一个地方吧，你这个东西的话，共产党虽然说了很多谎话，说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共产党是一个相当投机主义、相当务实的这么一个机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政党。那么他其实对自己对他总结自己夺取政权当然现在很多人很不屑这个理论嘛，就是这个口号，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过时的、很野蛮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共产党是以一个非常赤裸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是揭开了这个权力游戏的一个规则。但是现在就是反共生态实际上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包括在这个暴力和非暴力这个二元的这个冲突这个话题上面，包括像我最近包括像 ChatGPT 像人工 AI，它都设置了其实已经设置好了这么一层模板，包括像国际的这个媒体啊，这个话语啊，这个政治啊，这个话语权这个方面，它实际上是更多的是倾向于非暴力的，它这方面塑造了一个成功的一个话语体系和一个模板。就像我刚才说这个什么模板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用这个 ChatGPT 来举例。那么我上一次与 ChatGPT 这个 AI 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AI 是明显的是展示了一套这个政治正确的一个模板，就是非暴力这个东西。它会告诉你说，这个非暴力是更有可行性的，是更那个的。然后这个武力反而是不好的，是成功率是低的，而且但是你不认同是吧？对，强化独裁者这个东西。那么我当时会举历史上的反例，包括像以色列复国这个，还有那个后面我还举了这个阿萨德这个东西。那么 AI 就明显展示了与这个为什么说它是模板呢？因为它明显展示了与现实脱节的一面。那他就说他会用他自己这个模板的理论说，不对，你这个东西反而会加强这个，不仅不会推翻这个武力，不仅不能推翻阿萨德，反而会加强和独裁统治。那么我后面就直接告诉他说，你这个事实错误了，阿萨德已经被反对派武装推翻了。那么这个时候 AI 就发现自己错了，那么他就这个时候触发了他某一个开关，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脱离了原来那个模板。那他这个时候就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告诉你说，确实这个武力实际上是在现代这个政治权力斗争当中啊，这个改朝换代这个当中是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代码。那么实际上它是在现代中它并没有过时，它反而是常常出现在大量的案例里面，然后它就开始真正的开始跟我理性的探讨这个历史上的这些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些东西，包括一些已经出现的这些案例，那么就比较正常的一个对话。但之前的话，明显感觉它是一个脱离一个比较现实政治的一个模板。那么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反共这个生态实际上是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包括特别是在路线上面。其实反共这个圈子里面资源是有的，你说没有足够的人吗？没有足够的这个聪明人吗？这个钱吗？资源吗？其实它都是有的，但是问题在它这个整合能力非常的差，它没有整合在一个统一的一个比较当然大家不太喜欢统一这个词了，我就说这个比较协调的一致的这么一个路线，或者一个反对派一个组织，就是说这个反共圈子里面那个生态差就差在它资源整合能力非常的差，因为它没有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是吧？对，这个路线就是特别是在这个暴力还是非暴力这个上面的话，真的长久争论就争得非常激烈。那么非暴力是天然它就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包括这个道义上的呀，这个价值判断上的，还有这个国际话语体系上面、法律上的各个层面的这个东西，它是优势是很大的。但是在中国这个，你要政治是一个，除了是一个价值判断，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一个操作性的一个东西。那么在现实这个操作层面的话，它实际上就很难破局，非暴力很难破局。那么破局的第一步就是你要上桌，你要让中共承认你是一个可以谈判的一个对手，你有能力，你必须要能展现你的能力，能够破坏他的统治，他才可能让你上桌跟你来谈。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拿出你真正的筹码，就是放弃武装斗争，来后面再来谈我们的法律斗争啊、议会斗争啊。你要先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在中国有一个合法的空间，或者一个合法的谈判的一个地位。所以话，这是一个中国一个反共这个路径非常大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怎么说呢？现在只能说好一点的是有人在探索这个事情，有人在摸索这个东西，这个还是有希望的。那我觉得你作为这个摸索者啊，作为一个所谓要暴力推翻中共吧，我们说至少这么一个路径的一个算什么呢？发起者、倡导者、支持者啊、践行者。Anyway，那你觉得你现在上桌了吗？就是说，
会不会由于你的这个主张是暴力的、是武装的，那么被中共格外的去针对了？你有感觉到吗？这格外针对是有感觉到的，因为这个我说出来的话，可能有的人是不信的。就像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发展成员，那么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侦查方面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其实就知道，这个中共方面虽然说没有在明面上面，就是在任何场合他都不会公开提到，包括对我都提的很少，包括他会把这个事情就是尽量去压过去。我的事情，还有包括微子旅的事情，微子旅是基本上是不提的，但是实际上私下里的话，他对这个微子旅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视。然后就是在那个去搜捕我们的成员这方面，他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的。就是包括像我们在推特上之前发布的这些成员的这些照片的，虽然这些照片都是屏蔽了一切生物空间的，基本上都是有的真是露出来的，就是把头全部包住了，你看到就是只露眼睛，甚至眼睛都会用那个东西给它模糊化。但即便是这样的个基本上完全没有侦查意义的照片，中国警方仍然会把它们打印出来，全部打印出来，然后进行就是可以说是比较疯狂的进行这个去查找这个成员。这个下的实际上是外松内紧，下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方面，这个你要说上桌没上桌的话，这个肯定现在还算不上上桌了，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我现在这个你知道，作为一个倡导一个东西的话，它实际上是最早的这一批人实际上都是比较势单力薄的这种，所以的话，而且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说个是不是大家最能理解的问题吧，比如说经费的问题。经费问题在反共这个是世界事情上面，实际上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你如果说去像那个，比如像有的人他去什么发币啊，或者是我无论是像现在的人发币也好，还是像以前的孙中山去街头去筹款也好啊，那当年孙中山去街头筹款的时候，也会被很多人骂是诈骗，对不对？所以话这就造成一个困境，就是说你很难去正大光明的去说我要为了反共，我要去为了革命去筹款。那么你说出这个口号来，或者说干这种事情，就很容易被大家质疑你是不是要去骗钱，把这钱弄到你自己腰包里头。那么我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说实话，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像我们的话，我们有人，那么我们也有技术。那么大家有知道，我们在中国境内搞了这个海外反共组织几十年都没有搞过的这种，算是比较接近真正行动的这种测试。那么我们也可以对中共的一些地方进行一些实质上的打击。其实我们也策划过一些可能会震惊世界的一些行动，但是走到后面要进入实操的时候，这个看了一下预算不行。这些行动都是要有预算的，这个确实。那你刚才说你们实际做过什么？你刚才说你们实际做过一些事情在中国境内。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就是最接近于这个行动，因为你知道海外其实很多组织它实际上有的组织它是一直都在海外发生，它从来没有在中国境内去发展成员，真正发展成员或者是组织一些什么行动。但是我们虽然像我之前说93阅兵之前虽然说我们只是一个武器测试行动，但是那个武器测试行动实际上是在中国当中看来是性质之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说才会对我们进行那样的一个强度的一个搜捕。因为我们是，你知道，在中国这个爆炸物的这个化学物品这个管控是非常严厉的，是很容易被查到的。但是我们能够避开这种种的侦查，能够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搜集齐全，然后制作这个炸弹，然后去进行爆破。那么其实大家如果看这个之前的视频的话，也能看到这个爆破实际上威力实际上它是有实质上的杀伤力的。那么这个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但实际上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在中共当中看来是一个性质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没错，这个对这个懂的人懂的人都懂啊。所以话这个，但是实际上的你们做了这个事情啊，就是等于做了一个武器的爆破测试，在中国境内。这个我虽然原来的推号封了，但是我现在推号上面也看得到。OK，这个事情就非常了不得了，这个东西，所以说话就面临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虽然说现在有可以去实际去打击一些东西，但为什么没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我知道那个难点在哪里。首先一点，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个人现在在澳洲，对不对？我要接受这个澳洲的这个监管，我现在澳洲的监管之下。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搞测试，其实是一个逼近极限的一个事情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去实质性的去打击一个东西的话，那么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那么我在澳洲面临的压力可能会非常的大，可能对我的一些很多事情会造成一些很严重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太敢去做，现阶段是不太敢。对，但是如果你要走这条路径的话，你是你是绕不开的这个环节。所以这个东西上升到某种对吧？那你是怎么？所以说我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有困境在的，这个我待会我们可以再细聊。包括像在国内这个东西一样，因为我们在国内我们也知道，我们去比如找一个郊区，我们去搞一个武器测试，这个安全程度上我们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你是去这个
真的去打击了一个东西，那么现场是肯定会被发现的，很大概率是会被发现的。那么一旦有现场，那么就会有痕迹，那么一旦有痕迹的话，就有可能会被追踪到这个成员，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对成员的安全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是要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当然也不是完全没办法解决，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既然要走这个路径，那么这些问题是肯定是要解决的。我们是如果说策划周密的话，也许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就像我们包括我们走这个路径，这个面临的困境跟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是一样的，因为现在这个资源整合能力非常差嘛，这个反共圈子，因为它这个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像这个暴力、非暴力这个二元的这个路线之争。那么很多人包括像非暴力，大家都知道，即便是非暴力，其实要争取外部的这个资金呐、或者各方面的资源援助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的人可能中间他投资你，但是中间后面他可能又撤资了，这方面大家都参与的人都知道啊，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更何况像我们这种。对吧？我们这种实际上是在目前阶段仍然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主张和一个声音。那么我们目前获取这个方面的资源的能力，这个就更加的这个环境更加的差。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们有人有技术人员可以去制作这些的设备装备，包括我们去策划、去安排、去打击这些东西，甚至造成这种轰动性的这种效应，这个我们可以去做，但是。卡在这个预算上面，这个行动不像有的人想的那样子啊，我们这个像有的人那样子靠自费，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在自费来做这个事情，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就是说是一个临时的一个东西，你要真正要去把这个路径往前面更深入推动的话，它实际上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更加庞大的一个资金池的一个支持，但这方面是很困难的。就像很多行动的话，你卡到最后，实际上你发现是一个钱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就跟打仗一样的，你有兵有钱有兵有钱有枪。像孙中山为什么在革命当中地位那么高？因为他筹款能力非常强嘛，他能够筹到很多的钱。所以话，这个无论对暴力还是非暴力来说的话，其实它就路线之争影响到我们整个资源能力。那么实际上说到最后，影响的就卡到这样，就是一个资源卡到一个钱上面。就非暴力，他们的弱点可能在哪里？就是他们的可能组织很容易被渗透，他们很难在中国境内组织那种。严密的这种地下组织去实施行动，那么我们可以像我们这边的这种路线呢，我们可以去组织这样的人，我们也很难被渗透，有自己的这个方式去防渗透，但是我们也获取资源能力可能比他们更差，那么经费这方面也很麻烦，包括像我个人作为这个组织者一个领导者的话，我个人面临的这澳洲的这个法律监管问题的话，所以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这个可能需要时间，还需要时间。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啊，一直就有人在不停的刷屏，在骂你啊，或者说呢，就说质疑你是骗子，质疑你在吹牛，质疑你的各种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从你个人来看，这些人涌进来的这些人啊，不停刷屏的这些人，你觉得他们是你的一个长期的黑粉呢？就是他们是正常的人啊，但是他就是讨厌你这个人，或者讨厌你的说法，或者讨厌你这个路径，所以变成了你的黑粉。那你跑到我这个直播间，他们也就跟着过来骂你，是这样的人呢，还是中共安排的水军就盯着你在那里去诋毁你，破坏你的声誉，让不明真相的人看起来觉得你就是个骗子等等的？你觉得是哪种人？这个谁能说得清楚呢？因为我不是他们的领导，这个可能比较符合常理的应该是两种人都有吧。因为作为你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可能在全世界可能都差不多吧。你只要搅和进政治这个脏泥潭啊，你就要做好这个方面的心理准备，对不对？这个黑粉或者是来骂你，或者是你仇家，这个东西是这个没有才是不正常的，对不对？而且我这个人。在网上有时候发言又是攻击人的时候又是很不留情面的，又是比较那个的，所以话得罪人也是在所难免。那么像有的人他就是我在网上都有那种专门追着我在骂的那种，在包括推特上面，这个很正常。那么至于你说中共这方面水军这个东西，我在我的一些帖子上下面都有大量的这种机器人账号了，这个你要说他是纯黑粉吗？这个恐怕就不太像。包括像我的邮箱。也是收到过，现在为止也收到过几百封持续不断、每天定时的这种邮件。这种的话就很多更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有组织化的一些行为了。那这个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个至于说我什么骗子这些东西，我之前报道刚出来的时候，我还会回应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嘛报道刚出来，
那么现在其实我根本都懒得回应，因为这种人如果说他不是官方的或者是有组织的这种行动的话，只是个人纯粹自发的一些个人看法上面的东西，那我根本就其实懒得回应，因为这个说实在就是纯属于脑子不太好使，因为没有用，就是他要求你自证啊，你即便自证了，他对你的这个偏见是非常顽固的，没有用的，你说不通的，他还是会持续的这么骂你，所以就是我现在也想明白这事儿了，就没有用啊，因为他不存在一个理性的沟通嘛，就你没有交流的余地，他就是这么认为你，他永远这么骂你。没有用，所以 OK， 我们不说这个，因为你，我知道你很容易得罪人啊，因为可能这方面咱俩也比较像，我也很容易得罪人，所以我们今天干脆把这个得罪人的事儿做得再彻底一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后半部分的话题啊，就是关于你呢作为一个前特工啊或者前特务，那你了解他们内部是怎么去发展这些下线的？怎么去对海外的这个反共圈去进行渗透的，对吧？那么你本身就在之前就为他们做这个事儿，所以你很了解。那么你现在又作为一个反共的圈子里边，走这个路径，按我们说就是比较武装啊、暴力可能更极端一点的啊，这么一个箭头型的人物啊。后面我要温和一点，我要文明一点啊，不是，这个是你的，这是你的选择啊，这我没有什么建议给你啊，我只是说你很了解。而且你在这个圈子里，所以你每天都在观察，对吧？我是想听你的一个观察和分析，就是目前海外的这些反共的人物，一个一个的都可以点名，都可以说啊，我们都可以聊，你怎么看？哪些人是真的反共？哪些人只是在做生意？哪些人是骗子？哪些人其实是在为这个党国卖命的？你怎么看啊？你个人的看法，然后可以跟我们讲讲。怎么说呢？这个可能要令一些朋友感到失望了，因为其实就像我之前在推特上这个东西一样，我推特上我从来不轻易的就是指名道姓的去指控某些人是特务。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不公正的一个行为。即便是像我这样一个亲身经历者，对不对？对他们这个工作方式啊、工作这个东西很熟悉、很了解。但是这个东西正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我出来自曝的话，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这方面的经历和身份。那么我就知道，所以说的话，你想从外部，你如果不是从内部得到的消息、得到确凿的证据，你从外部去想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特务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那些能力比较强的这些人，伪装的比较好的这些人，你是很难去判断到底是不是特务的。你只能有些迹象去怀疑他，而你又没有证据。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轻易的指责一个人是不是特务还不是特务，实际上是一个不太理性的行为，可能对他当事人很麻烦，不太公正的行为。那么至于像你说这种现在网络上的一些网红啊、一些大 V 啊，他是不是为中共卖命的呀？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就所谓的大外宣，大家都熟的一个词，大外宣。那么大外宣实际上和我之前这个工作实际上是还不太一样。那么我之前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和大家比较了解之前比较美国案发的这个所谓的中国代理人，所谓的中国特工、中国间谍，像什么唐元俊呐、这些王书军呐、他们这种。那么大家观察他们的那种工作模式，实际上跟我的是更加的类似的，就是说，在这种组织里面活动，去接近这些反共的人物，或者是在这个组织里面去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他可能不一定是网红，他可能在舆论界啊，他可能不会刻意的去，当什么网红或者是发什么东西搞得很大声量，不会，他只是就是说，因为中共的这个地下工作，包括像情报工作，它的核心实际上就3个字：交朋友。它更核心的是交朋友，而不是当网红。那么在这些私下的这些介绍啊，你介绍我，我介绍你啊，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我跟这些人交朋友，私下里请他们吃个饭呐，参与一些他们的组织活动啊。在过程当中去聊天啊，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就可以搜集很多的这些动态信息，那么他就会把这些搜集的信息去整理成报告，然后去汇报给他的这个上级。那么这是更多的像我们这种角色的这种工作模式，而不是说就是说在网上就说为中共什么小骂大帮忙啊，为他们说好话呀，这种洗地啊，这个不是我们这一类人的这个工作模式。所以说的话，对这种模式的话，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太多好置评的，我也确实没办法去指责。那么像我，但是我的那种网上的批评，更多的是个人化的一种政见的一种表达，或者这种情绪的表达。那么像这个我在网上之前骂这个3剑客，大家都知道这个艾森夏河，还有这个还有个谁来着？突然一下脑子有点短路了。这个
那我那天看到你发那个推文，好像是说这个王路飞是不是？哦，对对对对，王路飞这个啊，我北美老公。看到你说王路飞、那个艾森还有夏荷，你是在说他们三个是什么习近平什么新时代的什么三剑客？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我没有指控他们说他们就是什么外围的什么什么的大外宣之类的，我啊没有这么指啊，控，我只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一言一行可谓起到了是习近类似的平时代的效果是吧？哎，这种大外，这就是不是说大外宣的这种哦，外围的所谓这种三剑客，因为我不认为他们是这种真的是那种吃了皇粮的啊，拿了编制或者说在真的为组织工作这种，我不一定这么认为，但是我个人嗯认为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虑，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利益，比如说有的人他要回国呀，有的人在国内有生意啊，然后可能有的人他本身就看反贼的这个生态或者看反贼这个路线，可能他就不是很习惯或者不爽，不是。或者有的人他是可能受到了一些刺激的一些影响导火索，这些比如像夏河他被跟台湾之间这个舆论之间的矛盾，嗯那么就是我个人感觉他们更多的像是一种个人的一些政见的一些表达。当然你说有的这些网红，我有没有怀疑他是不是拿了中共的钱？肯定也有怀疑，但我这里不公开去那嗯个，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证据，我不乱指控这个东西。嗯那像有的人很多人骂他是大外宣的人，其实我并不认为他真的就是大外宣。你像那个，像王詹，对不对？王詹大家都是，之前我还写过一篇帖子，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个号没封之前，就说我说我为什么不太喜欢王詹，那个帖子大概有十万的浏览量，这个我当时列举他，我不喜欢他的点就在于，包括他在针对我的这个事情，当年报道一出来的时候，他说的那几个点啊。都完全是在歪曲我的话，就是说是对基础的这个事实、这个细节，他没有核查清楚。嗯我当时嗯批评的是他这些点，那么我们并没有指控他是大外宣，因为有的人他是不是特别符合大外宣的一个定义？你说大外宣的话，那么起劲儿的，因为他有的言论尺度可能是突破了底线的，即便是大外宣，即便就是说我之前说过，特务是可以骂习近平的，骂习近平并不代表是一个不可突破的一个红线，但是经常性的这种辱骂习近平，或者是说到一些东西，这个明显是在现代这个，因为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空间是在收紧的，无论是你是做外宣工作的也好，还是做特务工作也好，那么以前可能骂党啊或者骂习近平呢，可能尺度比较宽松，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言论尺度是越收越紧的。这嗯不仅仅是针对异议人士，针对普通老百姓，包括像针对所谓拥有言论特权的特务，还有这个外宣也是一样的。那嗯么有的人他这种平常这种发这个言论呢，已经是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像大外宣的这种，但是大家都会去骂他。我知道这个话一说，可能很多不喜欢王詹的这个朋友可能要转过来骂我哈，说我是不是在为王詹洗地？那倒因为我本不至于。身我也嗯攻击王詹，我批评过王詹，我很多东西我是非常不喜欢的，包括他一些观点我也非常的不同意，对不对？他的节目我基本上很多我也不看，那么我并不是在为他洗地，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对这个人并不是很认同啊。这个包括他作为调查记者，他的这些核查事实的这些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态度方面，我是认为是很成问题的。是的，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外宣这个东西，我认为我暂时我觉得现在其实中文圈很多人对于这个外宣啊，他们关注的点都在于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收中共的钱啊，他的关注点在这儿。其实我的关注点从来不在这儿，因为就像你说的，他们内部单线怎么联系，这个钱怎么给，有没有给这些东西，除非从内部爆出来，否则我们从外部就只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只能去猜，我们提供不了实际的证据，对吧？我们就很难去实际指控他说，哎，这个人是大外宣。那人家说，那你拿出证据，那我没有证据，对吧？他跟谁联系，从谁那儿收钱，我们没有这样的证据。所以我觉得关注的点不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拿中共的钱，有一种外宣，我经常说的就是说，即便他没有拿中共的钱，他只是说做油管啊，有这个广告收入啊，挣这个流量费，这也是挣钱了嘛，对吧？但是关注的点是说它起到的效果，最终达到了这个外宣的效果，他确实帮大忙了，小骂帮大忙了，确实做到了。对，这或者还个也是一种，有就更直也是接的嘛，一种外宣。就直接吃爱国流量饭，掐爱国流量饭这种对也是一种对对对对，宣传的一种嘛，这个很正常。包没错。括包括像我之前那个批评那个艾森其实他也对，他是比较很典型。装自己客观中立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他批评中共基本上是看不见的。
更多的实际上就是在批评西方，批评这个反贼这一面。这个你要说他是客观中立，这个恐怕真有脑子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他说自己什么是拿数据啊，拿这东西是没有立场的，他是不预设立场的。但实际上，熟悉其实大家都不是傻子，对不对？特别是文字功底好一点的，你熟悉这个春秋笔法的，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操作的这个手法在哪里。他是会，比如说一些，比如说8分的真话，但实际上他会用一些剪辑啊，或者一些春秋笔法呀，然后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一些立场的倾向，实际上是夹杂在里面的。以前他可能还会遮掩的，会稍微遮掩一下。那么到后面，他可能就越来越不遮掩，这个倾向性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你像更明显的，就比方像夏河这种，像以前这种反共，其实有的人吧，其实有的人你可能对他一开始印象就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可能会印证你这个第一印象可能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像夏河这种的话，其实对他的印象就不是很好。这个虽然说他做了很多看起来很有力，提供了满满情绪价值的一些反共的一些视频啊，骂习近平那种，但是我就始终认为他，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我是比较认可这种反法西斯的这种所谓反法西斯战士，我是比较认可这种比较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那么我从来都不认为夏河他在这方面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具有反法西斯思想的这么一个人，他只是因为一些个人的一些原因呢，或者个人的一些，就像他自己后面坦白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些东西呢，所以说他一些反共。我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话，这个反共其实在我看来境界也有高有低的。这个反共的任务，在我看来最高档的一级就是这个人已经非常清楚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对它的性质是非常了然于心的，而且这个人本身是一个比较坚定的，不容易被收买，不容易被策反的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战士。这一类人其实是我最认可的这个有人品，无论是他的价值观也好啊，人品这个各方面都是一个合格的，我不说标准，至少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战士。这一类人我是最认可的。我想跟你聊一个话题啊，因为有人说呢，进入到2025年啊，那现在已经2026年了，就大概就是最近的这一年间，说有特别多的原本反共立场的人，好像都是投共了啊。就是说这个投共啊，还是提醒大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是掉头去拿中共的钱了啊，就是说他在平时的这个表述里，他的一些观念的转变。好像越来越温和了，或者说越来越呢往中间站了，越来越去贴着中共去说，去配合一些叙事了。你有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就整个这个很明显的，有点模糊的嘛，这方面就面目啊、立场啊就越来越模糊，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嘛。这个，怎么说呢？就像那个，其实这个东西，这个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这个东西在历史上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比较直观的感受到，就是说比如像在2战之前，那么之所以德意法西斯这些之所以能够崛起，实际上是当时是民主思想实际上是当时是处在一种比较混乱的这么一个思想界，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就说会有大量的人去质疑自由民主本身，就是会打着不管是科学的名义也好，还是哲学的名义也好，它会有很多东西去质疑自由民主，而且当时这些西方国家可能本身也会面临一些治理上的一些困境，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像当时大萧条啊或者什么样的，那么当时就会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普通的一些人，他们就会对这个西方的这个自由原本的这些价值观这一套，可能就会产生怀疑，就会产生质疑。那么当时的很多现象就是，比如说很多人知识分子去崇拜苏联，去为苏联的这一套东西去洗地。那么同时，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德国的纳粹这个崛起，那么很多人也会吹捧他们的理论，觉得他们这个是一个新东西啊，这个自由民主是落后了、落伍了。那么民主这种所谓的，我就把它概括为民主退潮吧，民主的混乱和退潮。那么出现民主的混乱和退潮的时候，那么这种极端的这些法西斯的这种思想就会处于一个上升期。那么两者达到一定的一个对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就更容易爆发一种世界级的一种冲突，地缘政治冲突就非常的紧张。那么现在可能有一点类似当时那个阶段，就是现在比如像那个可能有些川粉朋友可能不太高兴了，但是这个又不得不提一点了，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川普上台了以后，那么美国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就自由民主这个灯塔就变得暗淡了，那么美国变得像中国了，那么采取了很多一些不那么人道、不那么民主的东西，那么很多人会质疑这个原本的这个自由民主这个价值观、这个制度。那么西方国家，
本身他自己也有严重的一些问题，一些治理问题，包括像舆论的一些价值观上的一些双标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现这个阶段又比较凸显，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上，包括像加沙呀、巴勒斯坦这些问题上面。那么现在可以说是接近于这种二战前期爆发之前的那种就是自由民主这个价值观的一个混乱和一个退潮期。那么专制这个思想它就处于一个攻势，一个上升期，一方在收缩，一方在落潮，一方在涨潮，在上升，在扩张。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出现的话，往往预示着这种地缘政治这种紧张就会随之上升，就有可能会爆发一些地区冲突，甚至是世界级的一些冲突。那么这是一个现在这个现阶段一个怎么现阶段的大环境其实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的话，我们再放到一个小环境，放到我们中国这个华人圈子里面，这个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更加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不奇怪也不意外了，是吧？对，因为自由民主这个价值观现在本身处在一个混乱的一个东西，它没有构建出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一些新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要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其实就像二战一样，那么通过这种非常残酷的这种世界级的大战，那么最后揭示了这个法西斯这个，因为之前你像在当时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法西斯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对不对？像包括纳粹那一套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是吸引了非常多的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包括这些市民的。那么到这个直接冲突了以后，大家才发现这个背后实际上是藏着的是那么不堪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赤裸裸的是反人类的东西。那么可能现在的这个当前的地缘政治这种紧张状况，可能也最终需要得到一些东西的一些释放，大家才能看清楚，原来自由民主的所谓的这种一时的这种退潮和这种，实际上它是一时的，它背后仍然会出现新的东西去支撑它继续往前走，它仍然代表着这个人类一个前进方向，一个自由的一个方向。那么之所以这些被吹嘘的天花乱坠的这种看起来很气势汹汹、很强势的这种所谓治理成功啊，走中国模式啊这种背后代表专制东西，可能背后等到真正直面冲突揭开了这些锅盖子以后，可能大家这种价值观上的混乱可能才会稍微的平复和结束。我相当认同你刚才说的这整段这个话，相当认同啊。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小的实验场，就是你看我们屏幕上的这些刷屏在攻击你的这些我都看不清楚。无所谓，就是反正都是一样的话，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同样的话，因为感觉他们都是在复制粘贴啊，然后不同的人发两三条，反正大概我一直在看，其实也没什么新意，都是这些话。我可以把这个对话框关掉，但是我就是刻意没有关，就让它显示在。其实是没关系，这可能就有点有组织的意味了。不，这个事情我其实是在为我的频道的观众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希望他们，这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就是你看啊，你现在在听Eric 在说这些话，但是同时呢，你的视线可以看到全都是在骂他的话，这就对你的这个收听的这个心理体验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就是你到底相信哪一边，对吧？你能不能专注的去听说，哎，这个我不是说 Eric 说的就是100%都是真的，因为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判断。但是呢，你能不能够调动你的那个独立思维去真正认真的听 Eric 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还是说你的这个视线就被这个评论区的这个刷屏所左右了，所影响了，你就不相信 Eric 说的所有的话了？我也想做这么一个小的试验啊，看看我频道的观众到底是什么水平，对于这个独立思考是什么水平，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就像你说的，大的环境，刚才国际的这些大环境，包括类比这个二战之前，你刚才都已经讲完了，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从这个小环境，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都是同构的，对吧？从这一个小的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思潮，这个涌动是什么样的。那么再放大一点，就是整个海外的中文圈。我们切实的感受到最近的这一年，很多的人在转变，很多的这个言论在转变。然后，因为现在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对吧？我们每个人说话都可以看到，你是什么样的观点，你这个节目，然后这个收看量、这个人数的变化，都可以实际的感受到。最吃香的，就像你说的，这是站在一个相对理性中立的角度，然后呢去吹捧一下现在中国的表面上的强大，这样的言论是最吃香的。这个很正常啊，这个你就像我原来那个被封那个老号，之前有个帖子浏览量非常高，大概70多万那个，有个帖子，那个帖子讲的什么呢？那个帖子其实就是讲的93阅兵，
那么一方面我在实际行动上，我在93阅兵之前在中国境内搞事情，那么但是那个帖子呢，我在看了阅兵之后呢，我就说了一些，我说了一些我认为比较客观的话，就说因为很多人都把共军说的就是不堪一击嘛，没有实战能力，就是绣花枕头。其实也不是。我看了阅兵之后，其实我是不太认同那种观点的，所以说我在那个帖子里面就讲了一些，就是中共这些年哈，习近平的他那个口号实际上并不是白喊的，就是说一切要贴近实战，要往实战走。因为习近平他可能确实有这方面的打算和这方面的一个谋划，所以说他肯定是要逼着这个军队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说的话，军队出现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一些东西确实是一些原来不好的东西去掉了，再往实战的一个东西贴近。那么大家不能去忽视这个变化，去轻视它。那么我就说了一些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这个帖子可能当时也有很多那个粉红朋友去捧场，就搞得浏览量很高。所以说这个东西，所以说而且中共这个无论是外宣也好还是什么其他，他们实际上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在外网上面组织非常非常高流量的这么这些行动的，他们是有能力去做到这一点的。这个大家不用去怀疑。说话当你去发一些立场比较模糊、比较动摇或者是比较轻重的一些话，然后获得一些大量的一些关注啊，或大量的一些流量，特别是在一些个别情况下，甚至官方下场直接组织这种高流量的挺你，这个实际上是不奇怪的，这个就都可能发生。是的。你这样啊，我们进入到2026年了，对吧？今天是元旦啊，这个聊聊你对新的这一年的一个看法。你觉得比如我们最关心的啊，我们说具体一点，比如说这个台湾这个事情，你觉得会怎么样？台湾呢？台湾26年应该也不至于马上打起来吧？如果大家想现在这个玩，这个确实这个战争爆发不爆发，这个确实很难预测的。这个大家不要就是轻易的被一些就是网上一些什么所谓的预测去就说你个人的观点没事，就是纯个人观点嘛，你怎么认为？就像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写过这个台湾的这些帖子，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台湾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况。虽然说台湾有台湾海峡的这个天险这个阻隔啊，这个是个有利的一个东西，非常有利的东西。那么，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量，就是让大家就是非常没有信心的一个点，就是台湾的抵抗意志，到底有多强烈？这个是一个很不可知的一个东西。台湾这个社会并没有完全的把它展现出来，可能只有到万一真的战争爆发了，大家可能才看得到。因为抵抗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无论你有多少的这个海马斯，多少的这个武器装备，你最终这个站在背后的人，这个人的抵抗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引起很多变量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你像在城市攻防战当中，在一个细节，甚至在聚到一条战壕，可能你这个战壕里面，你这几个人。如果说你意志不坚定，你跑了，引起连锁反应，可能这一片就失守了。这一片失守了，可能会引起战争上的一些连锁反应。但是如果你这几个人意志很坚定的一直守在这里，导致这个量可能坚守多那么1天2天，可能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话，这个东西战场局势是瞬息万变的。这个，所以说话，抵抗意志非常重要。抵抗意志，我觉得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重要。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争执一下啊。我先说我的看法，就是我对于中共怎么样才能下台，或者怎么样才能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啊，我认为靠这个海外的这种反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就是我的一个看法啊，因为我认为它是历史的演变是有一个自己的规律嘛。他反正在那里作啊，在那里作，他做这些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对吧？我们这个客观规律到一定程度，它的经济规模，它的整个这个维稳的成本等等加在一起，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它最后自己就崩掉了啊，坏掉了，然后就由内部的瓦解掉了。我大概是持这么一个看法，所以我从来不去。我从来不跟我的观众说，或者跟国内的人说啊，你们革命吧，你们起来吧，你们什么揭竿而起，我从来不说这种话，因为这个牺牲人家这种生命没有意义，这是我的看法。可能在你眼里，我就属于那个非暴力的那个路径的啊，就是什么这个东西，因为我也没想过，我对于革命啊、武装这些东西，我是可能天生的一个不是很感兴趣啊，或者说不太支持的。你当然了，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我说的一定是对的啊，我希望你现在反驳我，就是你认为
怎么样才能让中共垮台？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反驳的呀，这个你为什么要反驳呀？认同我吗？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你说的话是成立的呀。因为这个中共最大的掘墓人就是他自己啊，对不嗯对？这个王朝，你一个王朝要改朝换代的话，他用马克思他自己的哲学来说，他的内部原因才是根本，外部原因只是一个嗯推手，对不对？嗯，嗯，但是你但是其实想做这个推手也是，外部推手，推手也是。如果说你要说让我反驳你的话，我只能说，他用他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来说，外部推手其实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那么说，嗯像一个王朝，它到末期风雨飘摇的时候，它需要有很多东西因素去影响、去促成，包括像说的那个一些社会治理的一些失调，像财政的一些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萎缩，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之前也写过文章，就是去判断一个东西的一个时机是否成熟，就主要去看一个就要去看一个东西，就看它的财政。这个类似的观点我也曾经表达过，就是说它内部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些，作为我来说哈，作为我来说，或者一部分就是一部分反贼来群体来说的话，那么我们作为反贼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内部的原因可能是一个关键，是一个决定性的。但是我们作为反贼，必须要做点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干等着去弄，因为我们实际上也知道，中共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是一个非常灵活、非常善于投机、一个务实的一个政党。它之所以寿命能够超过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这些专制政党，创造了这个迄今为止最长的记录，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即便面临非常困难的局势的时候，它也是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控制社会的这个局面是非常强的。就有时候就像毛泽东或者他们自己说的那种话一样，就像这样一个灰尘，你不去打扫它，它自己是不会那种干净的。一个房子它再破，你不去踹上一脚，它是不会倒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些内部的这些问题、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个他的统治可能会就是我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啊，就是说我以前的时候我会比较就是相信这种所谓的历史必然的这种宿命论，就是这种一个东西一个历史一个结局它是注定的，是一个必然的。但是我现在我个人觉得我这个不是这样子，它是有一个窗口期的。就说中共它在面临一些，比如说它内部一些问题的时候，它有一个推翻它的一个或者它一个倒台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在这个窗口期，如果说这个压力不够大的话，它可能就会停下来。那么停下来以后，它可能就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演进，无论是朝好的方向去改良也好，还是朝一个什么更坏的方向去演进，或者朝一个更加混乱的方向去演进，这个都不好说。但它有可能会停下来。那么我们作为反贼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窗口期到来的时候，能够做好一定的准备。这个你如果说等他自行去倒台了，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一个事情。这个在我看来，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政治人来说，你如果说视自己是一个政治人，是一个政治实操，视自己是一个反对派的话，那你做事某个情况发生听天由命，这个就是不是一个真正政治人该做的一个事情，一个合理的事情。你就需要去组织反对派，你就需要去在中国境内去组织一些东西，去尝试各种各样的路径，去施加足够多的压力，来去促进或者是在那个关键的节点、关键窗口期到来的时候，能够推上那么一把，确保加大这个概率，增加这个它倒台的这个概率。我认为这个作为反对来说吧，对某一部分就是行动派的反对来说的话，他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不能去说，去做事。那大部分人做事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这个本身也没什么是非对错，那这个是正常现象。但是你作为一个行动派的反对来说的话，你必须要去做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才是，因为你去做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历史演进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历史演进的合理的逻辑。那我想问你啊，就是你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行动派啊，那你实际上包括你的一些小伙伴们吧啊，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你们都在做这个事情，希望在这个历史演变中啊，尽自己一点怎么说呢，微薄之力啊。那我想问你们的内心驱动力是什么，或者你个人的这个内心驱动力是什么，促使你一定要行动，一定要行动？哎，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还有点模糊，这个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好。那么，我可以说的就是说的非常坦诚，说的非常直白。那么首先一点就是，我对中共本身是非常没有好感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无论是在以前为他们工作，还是后面现在出来了以后，跟他们撕破脸。因为就像我一直在强调的一样，因为我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大家都熟悉我的都知道，我是
包括对二战史、对德国的纳粹这个东西，我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看东西也比较多。那么通过这些历史对比，我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个中共它是一个具有强烈法西斯色彩，或者说你就直接可以定义它是一个法西斯的一个犯罪组织。那么我对这个东西它是非常没有好感的。那么我就认为它从道义上来说，它就应该被推翻。那么而且像我也是很多人跟我一样，都走过同样的一个成长一个路径。我们从小也是所谓长在红旗下，对不对？接受党的教育。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都是接受了富国强兵的一套东西，就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我们都从这个阶段过来。那么我们之前是觉得党是富国强兵的同路人，是一个领导者。那么后面我们就发现，其实那么随着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是党绑架这个国家。那么要让中国如果说真正的走向一个文明富强的话，那么实际上党是一个绑架者，是一个阻碍者。那么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实际上是要除掉这种绑架，解除这种绑架关系，是要除掉党，结束党的这个统治，这才能配上一个爱国者。那么这是一层。那么还有一层就更高的一些，比如说从人权呐、自由啊这方面这一层，我倒是大家谈的比较多，我就不说了。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从政治实操方面的话，从我们个人实现就是政治理想或者什么东西，像我们这种人，我所谓的行动派，其实我怎么说呢？有一个东西，你可以说是我们的优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缺点。当然了，我们这种人在历史上可能制造了进步，也制造了一些退步，就是说，我们都有比较强烈的改造社会问题的这么一个动机。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万恶之源哈。因为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想按照自己的这个意志和蓝图去改造。有利有弊吧？对，这个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如果说完全没有这种人或者没有这种动机的话，那么社会很多进步实际上也不会被推动。当然，社会很多灾难也是由这个东西引起来的，这个确实也是，这个双刃剑。那么像我们就很清楚，包括像我也很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传统的官本位的一个社会，极其的政治化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要想改造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抓一样东西，那么就是国家政权。大家可能骂我的人可能说，你这个人又想当皇帝了，你这个人又是一个想抓权力的一个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否认它？我们一点都不否认。我当然不是说我要当皇帝啊，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意思是说，因为其实我很清楚，我们这种作为这种倡导者，或者作为这种说把自己说好听点，作为先行者，其实我们大概率可能是会被牺牲的一批人。那么你想说我们做皇帝，我们可能没有那个命做皇帝，我们可能真的搞大了，可能中间可能就被人干掉了，这个可能后面就不存在了，摘果子的可能是其他人。那么，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包括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说国家政权是非常重要的。改朝换代，无论改朝换代也好，是建立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好，这个东西我们首先要去推翻他的统治，要把这个国家政权要夺过来。这样的话，一切才有个现实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说实话，我们就考虑到现实问题的话，那么在中国，你没有兵的话，你没有武装的话，那你想去完成这样一个事情，你从价值判断上面，你可以说的很华丽，但是实际上在现实操作当中，大家知道你这个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没有这样一个没有可操作性，基本上可能进攻为零。那么所以说我们就去在尝试去摸索这个东西。那么我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当然也发现了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路径就一定就比什么其他路径就好就优越。因为大家各自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和困境，像我刚才说的，非暴力面临着一个道德，一个包括现在国际话语主流都是非暴力，那么我们面临着一个这方面一个问题，然后在资源获取上面也会更加的困难，那么就反正各有各的问题吧，这个东西只能说大家就是先慢慢摸索着来吧。OK， 我提一个观众的留言问你啊，这个他打到屏幕上啊，他问你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嘉宾对于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怎么看？或者你认为大一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我以前讲过一句话，可能有的那个爱国者可能不太爱听。我认为大一统从心理层和这个人性上来讲，实际上本质就是一种占有欲。所以说话，其实我本身不是特别喜欢大一统这3个字和这背后所这代表这套东西，但是我也不见得就是说，会痛斥，就是说会认为，就是说另外一些说法是，就是它一定是错的。比如说，有人说中国如果说民主了，为什么就一定要分裂成很多个国家？就是难道不能建立像美国那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联邦制？我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反对他这个说法，就是他这个一定是错的，一定是不现实的。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有可能，对不对？中国未来
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联邦制国家，或者是非联邦制国家也好，还是说分裂成很多个这种国家也好，它都有着未来这种现实可能性的。所以说我都不，我持一个比较开放的那种态度，而且我认为像我们这种人，我们是没有，我们现在嘴上打打嘴炮说一下我们这个观念是可以的，但是你说真的说让我们去决定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或者是哪个应该走哪个路线，这个东西我认为我们是没有权利的。我认为我们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去推翻中共，去完成这个政权更迭。至于后面这个事情，政府怎么去组织，具体的形态也好，还是这个建立什么联邦制也好，这个要不要独立，这个地方上海要不要独立，广州要不要独立，香港要不要独立，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这个去说了算的。如果说我们推翻，假如我们这波人推翻了中共，然后我们说了算，那我们成什么了？那我们不是成了新的中共了？是不是成了新的这个独裁者了？我们这波人就来决定了？不是，这个东西你是由群众决定的呀，这是由选票决定的，对不对？你到时候如果说我们设立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达到什么样的门槛，你可以举行公投，对不对？那么你们达到了这个门槛，那么就公投，你这公投过了，那你就独立了，对不对？你完成这个法律程序，那你就独立。如果说你没完成法律程序，那就不独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切尊重民意，尊重当时的民意和法律制度，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独立了，你压着不独立，那你这个就是错的。如果说大家投票不独立，你这个要独立的人你还要独立，甚至采取一些武装暴乱这种形式，那么该镇压也得镇压呀，这个镇压就是有合法性的，对不对？我认为一切交给这种合法的这种程序，这种民意去就行了，这个不是我们去下判断和越俎代庖的事情。好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啊，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说呢，我比较担心的啊，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实际上是中共如果有一天消亡了之后，那个后中共的时代，我是特别担心的，就是中国没有中共了，没有中共去统治了，这么无论是集权呀，还是一个专制没有了，那所造成的这种权力真空。所造成的这种突然没有了中共之后的这种混乱，这是我特别担心的一个状态啊！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因为你现在讲的更多的是我们要推翻中共，对吧？我们怎么推翻中共？这些我们都讲完了，之后的事情能不能多讲一些你的看法？这个其实不就回到你前面一个问题了吗？就是你说那个我们要不要坐视中共的倒台，什么也不做，坐视它的发生？如果说因为你像说那个东西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对不对？中共不在了以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演变成那种各地土豪啊、军阀啊、混战这种情况？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它是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降低它的概率。那么降低它概率的唯一可能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成熟的，到时候可以控制局势的一个反对派，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上面。为什么我说作为行动派来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反对派来说的话，我们不应该去就是什么都不做，两手一摊就等着它倒台，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实际上等于是我们对局势完全没有任何可控性。那么，对，那发生任何黑暗的事情，那么事情你可以以此为自己推卸责任，你说这个东西我对他们没有影响力啊，这个不怪我，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怪你，因为你在中共倒台之前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们本来是有可能有机会去建立一个真正成熟的一个反对派阵营，一个反对派，对不对？去在中共倒台以后去完成这个比较平顺的这个转型和这个政权接管这个更迭，把这个局势控制住。但是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去做，你们就放任这个发生以后这个一团混乱，那么这个像就是有责任的。这像就回到你这个问题，这个当然不是在批评你啊，我不是在批评你，我只是在说，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它的逻辑，我这个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我们。去发展壮大自己的这个力量，无论你说这个最后这个主导决定性因素是海外的反贼也好，还是中国境内的反贼也好，实际上我认为是两者都有，因为两者它的环境不同，它所面临的优劣势各有不同。那么海外的反贼有它自己不可替代的一些优势，比如它可以在海外安全的进行发声啊，进行筹款啊，进行一些策划组织啊，这些优势都是国内的一些东西不可严峻的环境不可替代的。所以说两者联合起来的话，联合互动协调，共同打造一个。能够逐渐的跟中共掰掰手腕的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反对派体系的话，我认为是对中国是最负责任的一个最合理的一个事情。这样的话，特别是如果按照我最理想的这种设想，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搞所谓的这种暴力或者武装的东西，我们不必如果说能不流血那是最好的，
就比如说我们嗯像那个曼德拉一样，人家曼德拉以前搞几次爆炸都是针对一些基础设施，对不对？那么搞几次啊，那么后面我们就上桌了，上桌能够上桌最好。那么跟中共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虽然说我一直说要什么武力要推翻中共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治操作实际操作逻辑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走这个倡导武装的东西，我们一开始要走这个比较激进的路线，那么我们必须就把目标设定到最高，你就要推翻你。你如果说你不设定推翻你，你一开始说我是要跟你良性互动的，那你这个东西，你只有设定到底，你要推翻它，对不对？并且你在实际当中，你确实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确实是在往这方面做的。那么到后面我们在进行良性互动的时候，我们双方才有各自的筹码和谈判空间。那么，如果说假如说真的就是说比较顺利的话，那么双方进行一个良性的互动，演变成一种两党制啊，或者是多党制，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做一点让步嘛。一开始我们不去推翻中共，对不对？中共仍然在台上，但是就是像新加坡的政党一样长期执政，仍然给他很长时间执政嘛。但是他给我们这些反对的人一个活动空间，在国内可以合法的一些发声，对不对？可以批评他，可以监督他，不一定我们要马上取代他、推翻他，但是首先引入这一个反对党的概念，大家在这个概念当中互相的博弈、互相的磨合，让中国的这些统治者适应旁边有第三支力量，就是第三只眼在监督，形成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良性的互动的环境，慢慢的朝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演化。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像你刚才担心的这种混乱的这种黑暗的这种血腥的这种。你认为这种路径的实现要怎么样？就是你想啊，就说如果有人可以监督共产党，就即便让他继续执政啊，让你一段时间内你还可以作为一个执政党的话，那至少要把这个军队，对吧，剥离出来，然后在这个法律和制度上相对独立，能够去监管它。你觉得这种路径可能实现吗？你一开始让他放弃军队，这是不现实的。嗯哼，对、啊，像我说的一样，假如说你我就说，我们到时候说一些比较就可能不那么严密的一些话，但我就说通俗点。没事。就假如说一个反对派啊，一个海外的一个反对派，一个成熟的反对派组织，它在中国境内有很严密的一个网络，包括一个武装的一个力量，它的给中共施加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后面他们就谈判就上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可能仅仅是一开始不是让你以组织的名义进来，他可能会让你派一些人、派一些代表进入我们的人大或者进入我们的政协，这可能是一开始最可能的一个可能，就是说他不会让你以反对党或者在野党的名义进来，他让你派一些代表或者派一些你的一些亲人党一些你的代表过来，然后在这里面委派你一些角色、一些官方的一个东西，然后进行一些互动，然后看看大家能不能安全的一个良性的相处啊。这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可能，这个阶段他是不可能放弃军队或者放弃其他一些东西的，不可能的。你如果说反对派能够做到这一步，实际上就已经开启了第一步的一个钥匙，就说我派出我的一个代表在你的那个里面任职，然后我可以写一些建议，可以写一些监督性的一些东西，即便一开始不公开，是内部的传达给你，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胜利，这就已经进入了良性互动或者说和平转型的第一步，已经是。就相当于开启了迈开了。这不就是最早49年建国时候中共的那一套把戏嘛？就是你们可以监督我，你们也可以进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海外的这个反贼圈啊，有一种声音是说，连中共说的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就是说，鉴于他的黑历史，所以就是跟他的任何合作、妥协、迂回，都不能谈。就是你怎么看这种声音？这就是我网上常说的呀，我就说了，中共是一个法西斯犯罪组织，这个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不可信的。你信他的话，你就可能是。但是你刚才恰恰说了一种去跟他们取得某种互信的一种路径。所以的话，这就是什么？这个逻辑并不矛盾，这是政治实操当中一个其实很常见，你看似很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的东西。就是我作为反对派，我在反对他的时候，我就要喊出口号，并且我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就是我要推翻你。我要彻底推翻你，我甚至要把你全部要消灭掉，而且我要直接告诉大家，我就说你的本质就是一个法西斯犯罪组织，你是不可信的，大家不要相信它。就说前期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是非常对立，是非常的极端的，因为你像说你都开始要搞武装了，你都要去搞武装，去搞一些武力上的东西了，那你这个东西，那你就是奔着这个东西去的，大家的对抗是非常激烈的，你怎么说他都不过分，你不相信他之类的。但是我说作为一个政治人。你如果说我都不说作为一个政客了，你作为一个政治人，你要对这种政治的后面的这个实操，你要持一种各种开放的态度，你必须要设想到这种可能性，并
并且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的让这个东西朝最好的方向去推进。不行的话，再换到中档，中档不行再换到下档，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一个实际操作的一个逻辑。那么就像我说的一样，我们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无论打得再怎么凶，我杀你也好，你杀我也好，无论再怎么样，到最后大家打得精疲力尽了，你消灭不了我，我也消灭不了你。因为像你刚才说的49年那个东西，实际上这个东西跟我刚才说的有一点不同，就是说49年那个时候是那些所谓的这个民主党派那个东西，它都是案板上的肉，都在中国境内都被掌握着的，对不对？但是我说的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反对派的这些主要的这些领导人物，这些核心这个东西是在海外的，包括他在中国境内的这些秘密网络，也不是说我们达成协议了，我这些秘密网络，我这些武装组织就全部要交出来啊，等到有一天你翻脸了，就把我们一锅端了，不是的，我们仍然是这种隐蔽的，我只是说我不搞武装斗争了，我不炸你，我不杀你，这些东西停止了，但是我的力量是隐蔽的。所以说这个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更加实际的一种监督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不要轻易闹翻。你要轻易闹翻的话，我他妈还能拿起东西来跟你干，就这个意思。明白了。OK， 我们再多问一个问题啊，你时间没问题对吧？还可以继续聊是吧？我不知道我手机电量还有多少，我要把这个没事，一个小问题啊，最后一个小问题了。我想问你啊，其实你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海外的反对圈啊，有很多人是怎么说呢？无论是这个人品啊，还是曾经做出这事儿啊，都相当的不堪啊。这种人很多，我也不点名了啊，很多。有一种声音呢是说要把海外的所有的这些反共力量啊，什么郭文贵了、法轮功了，就所有我们看不上的这个不堪，全都要统一起来。就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套理论啊。你怎么看这个说法？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行动派啊，我接受你对我的批评啊，因为我不是一个行动派，就是我只是一个作家，我只是出来可以不受审查。没有批评了，你那个是合理的一个东西。就是 anyway，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嘛，就是我不进入你们任何的派系，我只是想建立一个对话，大家可以沟通一下。然后我个人呢，可能比较独立的在这里，可能作为一个批评者。看什么不顺眼我就批评几句，通过这个油管节目也好，通过我的笔也好，anyway，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但是你是一个行动派，你是希望可以，比如说你坚持这个路径，可以有更多的人支持你，然后你们可以壮大，甚至可以上桌，然后用实际的行动去改变中国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不可避免的，你也要进行某种统战，对吧？就是把不同的力量拉过来，形成你这一个派系的一个基本盘等等的，你都会去做这样的工作。我想知道，就是你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底线，还是说就像有一些反贼说的，就反正只要你反共，我们就是朋友，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持什么样的观点在这点上？我认为那种所谓的无底线，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拉过来统战，这个在政治实操当中是不存在的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大家就说这个，比如说大家说最会搞统战的这个中共，那么其实大家仔细去翻一翻中共的这个历史，就发现，很多东西并不像大家想的一样。我再举一个更直白的一个浅显的一个例子，就像希特勒纳粹党。那么希特勒纳粹党，大家都知道，这个纳粹党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希特勒本身建立的，它是另外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工人建立的。希特勒是半路加入的。那么之前的领导层就是有着那种我们要团结这个，我们要团结那个，组成一个那个。但希特勒的想法就跟这些人就迥然不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把那些不纯洁的人要排除出去，我们先要建立一个纯洁的所谓纯洁的一个战斗组织。他话说的比较邪恶，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是符合政治实际的操作逻辑的。包括像中共也是一样的，中共实际上它内部它是早期啊，它是实际上也是实际上是重心不是在统战。重心实际上跟希特勒是类似的，他是在打造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核心、一个骨干的一个战斗班子。所以说他会搞那么多的清洗，他就是在把不纯洁的人，跟他所谓立场不一样，所谓那些他认为不好的人或者没有底线，他认为坏的那些人，把他们都排除，不跟他们联合。所以的话，中共之所以后面统战能够做那么好，能够做那么大，实际上恰恰就在于一开始他并没有无底线的去统战。他走的是希特勒那样的一个政治实操的逻辑，就是纯洁核心的这种所谓战斗组织、战斗班子，把那些不好的人全部排除出去。
完了以后，在到了某个阶段以后，他这个骨干力量这个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战斗力已经成型了，然后他再去统战，这个时候他的统战就非常游刃有余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统战那些对象对他来说不构成威胁了，实际上都等于是他被他利用的一个棋子，因为他的核心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很多人比较理解一个词，就是说，比如大家跳舞的时候啊，这个或者做一些难度动作的时候，就这个人的重心，这个人的核心是很核心是很稳定的。这个大家可能听着这个比较明白了。明白。就中共它首先是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核心，之后它才再去统战，再去联合，再去这个时候所有人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利用对象，他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比较设达的一套理论，但实际上政治上它有时候就是这么玩的，就是说像在反攻也是一样的，你对他反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反攻首先你的这个核心班子你不能出问题，你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5人的一个领导小组，你这个领导小组当中就有一个工会这样的一个金融诈骗贩子，对不对？那你这个后面就没办法去搞了，你也更没办法去统战了，因为你自己到时候肯定自己要崩掉，对不对？你首先自己这个组织这个核心这个班底这个重心你要把它稳定下来，要建立起来。这里面这个人是实际上是所谓的非常纯粹的，就是志同道合的这些同志，各方面协调啊，互相跟大家的磨合已经达到一定的一个默契了。对你这个核心建立起来了以后，然后你才能够去游刃有余去统战，去统战其他那些人。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社会三教九流，你看到他有利于你的这一面的，你都可以去接触。那个时候可能是即便是像工会的这种人，那你也可能去接触，你看哪个地方他用得上他的地方。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有点说起来就不能上得了台面的，就比较阴暗的一些台桌下的一些政治一些手段的这个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就是说，你如果说要实现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文明的一个政权的话，你这方面是要有所收敛的。就是说你即便是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班底，然后你再去统战的时候，你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去接触和去拉拢一些你能够去用得上的这些力量，但是你这方面还是要谨慎和收敛，你不能说就是些太没有底线的这些人，你都去无底线的去包容，去弄，这个我认为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对你自己的形象，对你自己，而且你这个有的时候你把他拉拢进来了以后，你可能如果说你用他觉得很趁手，你可能就会跟他之间的信任就会增加，你可能会委任他一些更重要的一些职务。那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可能就相当于他就加入进来了，就可能会越混越高。这到最后的话，你这个东西原本的这个比较纯粹的一个班底可能就变得不纯粹了。所以话，你这个将来的政权性质可能会变，所以这方面是需要去谨慎去对待的一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确实看到在海外这个反共圈有太多的这个不耻的行为啊，然后太多这个，其实反而起到了一个反效果，就是让很多有一些本来可能比较模糊的一些粉红啊，或者刚翻墙出来一些人啊，结果看到说啊，你海外反贼圈原来都是一些拼床的、造谣的，然后诈骗的，全是这样人，反而觉得说那算了吧，我指望你们推翻中共，那我不如还就是先乖乖的在中共统治下先好好活着了，好多人就变成这样了，这起到了一个反效果。正常，这个非常正常，这个不仅是在中国，这个在各个这个国家，这个大家去观察各个海外各个这个流亡团体，这个他们的历史，其实都会发现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他们之间的这些内斗啊、贪财呀、贪污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是非常这个常见的。然后这些包括一些民众对他们这个失望也是常见的。实际上，在各国的这个反对派这个历史当中啊，这种混乱、无序、堕落是常态。能够建立起真正成熟有效、这种稳健进步的这种反对派阵营，反而是非常不容易，是一个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特例吧。好啊，那最后就是我只能说，希望 Eric 不要让我们失望啊！希望你现在做的这条路径或者大家不要对我抱有那么大的期望。我是说实在话，因为像我搞微字旅这个搞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也能够，就说能够对前进道路上的很多这个困难，也有了比以前更深的认识。所以说的话，大家也不要就说，对突然冒出来这个一个什么 Eric 或者是这么一个什么这样的人就抱很大的期望。其实我有的时候路上包括我个人，我也会有很多由于我个人的一些生活当中一些遭遇啊或者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会有想法也会变来变去。
包括我甚至之前还想过，我说要是我生活变得特别甜蜜，特别的那个温馨甜蜜、温柔的那个就陷入温柔乡那种的话，我可能就不出来反共了，直接就离场，我就过个人的这种幸福生活了。这个念头理解，很正常，对不对？大家都想过。嗯，说实话，就理解，未来的这个变量是很多的。我虽然即便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坚定的一个反共或者反法西的一个人，但是未来很多事情是很难说的，只能说是，尽人事听天命，就是尽量做到往好的地方做吧，只能这么说。就我刚才说那个话，不是说寄希望于你真的能，就是一定要搞出多大的事情，然后或者真的对中共有，就是这个事情是当然是看一个就尽人事听天命啊，这不好说。我对对对，说的是那个底线，就是说不要说哪天说啊一说啊，结果Eric 带引号的说那个真的是一个诈骗犯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就不要突破这个底线，就是可能是怎么说呢？我们做寄语吧，啊，希望能守住这个底线啊，不要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呃怎么说呢？就像今天这个直播间的所有的喷子在喷你的这个话啊，我可不是一个擅长搞钱的人呢，我要擅长搞钱就不会遇到那么多困境。好，那这样，我们最后呢，今天是元旦啊，进入到2026年了。我祝你2026年以及你的家人啊，包括你的猫啊，都一切顺利啊，身体健康。那么我也祝啊，我们也祝一下这个直播间的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踩缝纫机的，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也挺辛苦的。这个小2个小时直播，他们这个刷屏啊，虽然可能就是 Ctrl+C 加 Ctrl+V 在那儿。这贴来贴去，但是也挺辛苦的，一直得听着这个 Eric 到底说了什么，是吧？我们这个任务怎么完成，也挺辛苦的。也祝你们2026年一切顺利，好吧？我觉得大家怎么说呢？其实政治立场可以不同，甚至有的人就说亲共，我都能理解。虽然我也是很坚定的，我认为中共不应该存在下去的。那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或者对于这个世界都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呢，某些人呢，就是认知在一定层级，或者说他是某种既得利益者，所以他有一定程度的亲共，我也能理解，就是在政治立场上。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做人的底线不能去突破，对吧？你像什么说谎啊，像去伤害他人呀，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做人的底线是一致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全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是一致的，这个就没有政治立场之分了。所以在这个立场上，我们觉得进入2026年了啊，这个国际局势这么的乱，然后呢，整个海外中文圈的这个舆论变化也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对吧？这个变化这么的快，所以我们都深陷这个漩涡之中，包括我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那么，我觉得大家更多的从人的本性和本质上去思考每一个问题，就不是说一上来就说，哎，这个人是反共的呀，还是什么，先贴个标签，然后就去区分。我觉得这太肤浅了，对吧？我们要具体的去听。你比如像今天这场对话，我也不知道 Eric 说的是100%的真话，还是里面有一些水分，还是怎么样，我都无法判断，对吧？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可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露脸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就是你可以去盯住他的表情，包括我啊，对吧？你可以看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这个说话，因为没有任何的剪辑，对吧？停顿也好，犹豫也好，或者真情流露也好，都是很真实的。你当然了，这个东西你信多少，你要自己去判断的，这是非常珍贵的，而不是说，看到这个直播间里好像90%的人都在骂他，就认为他有什么样的错。我真的是故意在把这东西，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是一种伤害了，这有点我得给你道个歉啊，就是说这些留言我并没有屏蔽，看都没看到啊，我就直接放到这里了。对你是一种，确实是一种伤害，这我给你道个歉啊。这个对我来说真没有什么伤害，我字儿都看不清楚。是这样，其实我们都会这么说，这我真的能理解你啊，因为每天也都有人骂我嘛。我知道，就是我们都会说我不在意，没关系，你随便骂。但是其实我们心理韧性再强，这个东西也还是一种伤害，对吧？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伤害的存在，就是但是中文环境就是这样，中文圈就是这样。
我们凭个人的努力也没有办法去改善它或者净化它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做到就是我们对话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对话怎么说呢，很平和，对吧？我们也不说脏字，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说出来，这就很好了。那这些骂我们的人，那我没有办法了，就随他们去吧。主要是我真的看不清这个骂我的这个写的这个屏幕，这个我用手机弄的，这个看不清楚，看不清自然没什么反应了。好 ，Anyway 啊，最后一段话交给你，有什么想对，比如有什么想对我说的，或者有什么想对我的观众说的，或者有什么想对整个华人群体说的啊？最后的话交给你，2026年。哎，没什么好说的，就2020年，希望大家都各自安好，越来越好吧。就这样吧。好，感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拜拜。